你们快去看一看，那个沈菲菲在病房里吵翻了天。走。我不管，我要出院。医生说了，你现在这种情况是不能出院。哎呀，菲菲，你不要闹了嘛！哎呀，菲菲，祖宗！哎呦，哎，你别说那么多，哪个医生说的？让他来找我，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！哎，不是，你别跟我说那么多，你想不想干？不是，我也是。我现在要去排练，听懂了吗？现在身体这个样子，你不能去排练呐！马上就叫车。我现在叫不了车，我安排不了。别吵了！这是医院，别给我大呼小叫的。你谁呀你？你信不信我？告诉我是吧？你先看看你干的事儿，你是不是希望今天晚上的新闻都是某女网红大闹医院核实医生啊？你，我无所谓，你尽管闹。你的 MRI、CT、X 线都显示你的脊椎里有一个大小接近3厘米的肿瘤，我们怀疑是新型细胞瘤，是它压迫了你的神经，导致你背痛、肌无力。医生建议你尽快手术，确定肿瘤的性质。神经病！哎，菲菲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，外面都是狗仔，他们最擅长捕风捉影。你是想出去官宣呢，还是想在这儿冷静冷静再说？你自己决定。小夏，你等会儿让阿姨把这打扫一下，免得伤到别人。陈小姐，说句实话，你现在状况并不乐观。如果你任由你的肿瘤压迫你的神经，最差的结果可能是瘫痪。你好好想一想，等你不闹了，我们再来聊你的治疗方案。让他把衣服换了，我一会儿来送药。好嘞，好嘞。哎呦，刚刚可吓死我了！那个陈菲菲可是公众人物，雅妍姐特别交代了，要小心处理。你怎么还敢那样对她呀？魏主任跟我说过了，做医生和做侦探是一个样子的，你得了解你的这个病人，他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，在意什么，担心什么。你看这个陈菲菲，她是一个明星，我觉得她最怕的应该就是丑闻了吧？你别看她才23岁，她趾高气扬的，其实我觉得她心里是什么都怕。所以呢，你就得揪住这个点，镇得住她，让她不要闹。你好像挺会跟他打交道的吧？在急诊室，每天都能遇到1、2个不好搞的病人，是不是？他是邵主任的病人，要不以后你来跟进他的情况？行啊，没问题。谢谢你哦。你别这么客气，你平时帮我的忙也不少。好，我先过去了。好。平时的病人哪有这个麻烦呀？又是公众人物，还不配合治疗，以后的事儿可多了呢。在我的病床上只有一种人，就是病人，是谁都一样。哎，邵主任，你们俩，这个报告我会直接送回去。好啊，邵主任。妮卡，邵主任，昨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。其实，你让他出院不需要负任何责任，反而阻止他出院，会给自己惹麻烦的。我知道医生应该尊重病人的意愿，但是我看了他的报告，真的很不乐观。我觉得我有必要让他知道真实的情况。你在看他的资料？我才知道他以前是学越剧的，后来当网红，有了一点点小名气，才开始慢慢拍戏。是啊，其实啊，公众在意的是他们想在意的事情。菲菲的老师是我的朋友，其实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，一路跑龙套走过来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才有了今天。我知道他不容易，我也知道让他现在放弃这些来治病很残忍，
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比名利和光环更重要吧？你以为他不做手术，是因为不想在上升期在荧屏上消失吗？不然呢？他的演技一直受到质疑。本来这次这个角色很适合他，他为此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准备，就是想证明自己的实力。而且他为了推广越剧，一直支持他的老师越剧的公益演出。有些人看起来挺尖锐的，其实内心都有个柔软的地方。也许他的尖锐，可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。世界上最好吃的菜包。干啥呢？笑得那么开心。谈恋爱要一挂吗？哎，陈飞飞怎么样？出奇的安静，真的。看来昨天你镇住他了。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站住！站住！你上来！凭什么？我有新闻自由。你有新闻自由，他有他的隐私，你现在是在侵犯他的隐私。哎，你想干嘛？你不杀我帮你杀，你别碰我！你再不放手，我就报警了。你放不放手？喂，谁？知道这是你的工作，也挺不容易的。平时捕风捉影也就算了，人家都在医院了，生着病，还来揭人家的伤疤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麻烦你离开。你没事吧？走，带你回病房。这已经是私人病房，人算少了，还有几谁能拍的？下次去花园找个护工陪你吧。没关系，现在他们还有兴趣偷拍，再过段时间就不会有人来了。你叫？我叫米卡。你今天的情绪好多了？还怎么闹呢？已经被换掉了。经纪人跟我说，他们找了新的人替代我。米医生，你看夕阳美吗？美啊。但是天快黑了，美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。从前我不红的时候啊，3天2头被人换掉，总想着有一天红了就不会这样了。没想到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一线又怎样？曲终人散，还是要离场。可是只要活着，才会有希望。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体，我的瘤子分散在脊髓神经中，是没有办法切干净的。一个不走运，
说不定下半辈子就会瘫在床上。的确，你的新型细胞瘤是浸润性生长，为了保护神经，不能完全切除。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跟你说这是零风险的，但是你的医生已经是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，他会把风险降到最低。就算我下了手术台又如何呢？肿瘤是会复发的，我是不是要一次一次切开自己的脊椎，缝上，再切开，再缝上？那说不定是良性的呢，良性的话就可以药物控制。只是它现在太大了，压迫着你的神经，你疼的都站不起来，所以我们要尽快做手术，确定它的性质。菲菲，人生有很多机会，真的只有一次，错过了，真的就没了。瘫痪、大小便失禁，最后靠机器活着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与其这样折腾，我倒不如起码还有做人的尊严。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希望，就不要放弃啊！我给你看一张照片。这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叫叶小满，恶性胶质瘤3级，他已经开颅手术做了好几次了。有一次他跟我说特别疼，但是还是舍不得走，因为他说能呼吸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。他现在怎么样？他现在去国外的一家研究所治疗，也许他没有办法活几十年，但是至少10年、几年也好。你说，人的命到底是谁决定的呢？天吗？可我们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们？当医生最大的无力感是什么？就你发现自己学了很多东西，但到最后抵抗不过一种叫命运的东西。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，我们医生最大的无力感，就是我们所学的一切都抵挡不住一个叫命运的东西。但你总要跟他反击呀，总不能他打你一巴掌你就趴地上了，说不定反击着他就消停了，不折腾我们了。也许这就是我们医生的价值，陪着病人一起对抗命运，跟他讨价还价，不能让他一锤子就把我们砸死。你看我们这儿已经夕阳西下了，但是地球的另一边，好多地方太阳才刚刚升起。